啊，这个有了，这个有了！脚跟踹下去就有了。他是堪比邱建良的中国猛将，擂台上一脚爆头轻松 KO 外国猛兽，犀利的腿法与恐怖的天赋彻底惊艳了众人，更是被粉丝们称为邱建良的接班人。他便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中国小将刘贵成。别看他今年才年仅21岁，但其擂台经验可是相当丰富，自幼便跟随职业教练学习格斗技术，初入擂台便打出了21战17胜17次 KO 的恐怖战绩，直接成为了中国最备受瞩目的新人选手。然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来头同样不小，他便是来自巴西的 KO 之王维克托，职业生涯37战37胜37场 KO， 足以可见此人的终结能力绝对非同一般。虽说两人都拥有着100%的 KO 率，但看上去还是维克托要更为凶猛一些。但是登上擂台的刘贵成却没有丝毫的畏惧。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我们的中国新人王刘贵成，蓝方选手黑色短裤则是来自巴西的 KO 之王维克托。可以看到，比赛刚一开始，两名选手便展现出了极其强烈的进攻欲望。刘贵成更是没有丝毫退缩，在正面拼拳当中也是没有丝毫的落入下风。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很有个性的绰号。对，我请教铁头哥呢，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、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身体素质非常过硬，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对，而且他打缠马是仰赖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。对，刘贵成是一名98年的新人，然后巴西的维克托是一位86年的老将，这两个人差了整整一轮，82岁。对。那刘贵成是 MMA 跟自由搏击双栖的选手，他的转身后摆步或转身的后摆程度相当。刘贵成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出其不意的摆拳也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很显然，维克托也没想到，明明是一个初入擂台的小将，竟能打出如此恐怖的进攻，一时之间也是被刘贵成给狠狠压制到毫无还手之力。那么关于后程发力，对。那么郭东凭借了多场优异的表现呢，拿到中日对抗赛的门票。那即将在中日对抗赛对战佐由田泰成，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。对，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、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。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现在回到场上。哦，等那个腿法漂亮。这两个拳法互扣互顶。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，但是维克托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贵成展开了对攻。对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啊。他打那场缅甸拳啊，拿了车场费1500美金，这个钱不好赚。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，能够感受得到场上的火药味还是比较浓郁的。刘贵成的战术打法也是十分明显，就是要在比赛的第一回合里全面对手，完全不打算给其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凭借极其强悍的正面拼拳能力，在这一回合里也是完全占据了上风。训练的一名花季选手，对，他也输给孙维强，因为他的手被孙维强给踢伤了。很漂亮的击斧。是，他现在蓝方的教练 AD 叫他用踢的，不要跟刘贵成换拳。这个蓝方的教练员口令非常清楚，要求蓝方选手去踢红方选手的膝盖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刘贵成的拳其实比较好的。刘贵成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，很可惜，3回合些微点数嘛，28-29输了一个比赛。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啊，就是踢得非常漂亮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可以看到两名选手的进攻欲望还是比较激进。经过了首回合的对决，相信两人对彼此的战术打法一定有了了解。刘贵成依旧延续了自己上一回合的战术打法，并且他也是敏锐地察觉到对手的拳法是不如自己的。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不管是腿法还是拳法，对手都不如他。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看好刘贵成的。推动局面，第2局有没有什么战术的变化？刘贵成拳法晋升之后补上一个膝撞，双方呢都会依据第1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托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贵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，展开了进攻。抵挡之后果断出击，刘贵成的拳打得非常准，并且非常快。但从两人目前的表现来说，对手想要在正面胜过刘贵成应该是不可能了，因为就刘贵成现在的状态，可以说是十分的完美，不管是进攻能力还是反应，都有着堪比顶尖选手的能力。但维克托同样是一名 KO 高手，
所以说，刘桂成即便是占据了上风，但依旧不能放松警惕。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，是。然后蓝方也是非常仰赖自己的拳法，即便他的教练叫他先踢，但是呢，他就喜欢出拳。对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下意识的会信赖自己最熟练的动作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练成铁鼻功。对，练不成的，没办法啊。所以头部的防守还是要做，不能说因为你有铁楼功啊就不用防守。对，因为你的鼻子被打出血以后，会给裁判留下一个印象。比赛第2回合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，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刘桂成已经是不打算再给对手翻盘的机会了。看得出来，他就是想要在这一回合里去终结对手。但对手同样看出了刘桂成的想法，竭尽全力的去防守，并且在刘桂成的进攻间隙中还找到了机会，打出了几次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。刘桂成想要打出 KO 还是比较困难。刘桂成中近距离的勾摆打得很漂亮。好，转身勾蹬应该有效果。这是他的教练 AD。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的教练急得一头都是汗呐。是，这没办法，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好。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开始加强自己前后腿的高扫踢。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，2名选手的对拼愈发火热，比赛也是直接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。目前我们的中国选手也是稳稳的占据了比赛上风。若是按照这种情况进行到比赛结束的话，就算最终是没能 KO 对手，但就凭他目前所领先的点数，也能轻松拿下比赛胜利。我们也是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他会看不到。刘桂成还是很坚决的贯彻了自己的战术，就靠一双拳头从第1局打到了第3局。好，转身后蹬。再回头再一个转身后摆拳。这个转身后蹬接转身后摆，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组合。是，刚刚不错，再把它转回来嘛，刚刚都有练过的。那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3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刘桂成。哇，很漂亮的拳法组合。对，行进间的连拳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蓝方维克托可能要多看一下，像刚刚的这个俄国的亚历山大的他的一个闪躲的方式。跳膝，不管比赛打得怎么样，维克托这个铁头这个绰号真的是名不虚传。遭受了这么多次重击。对，毫无反应。一记非常漂亮的转身后蹬，直接命中对手头部。自此，这家伙也是再无生还的可能。裁判见状，也是直接宣告了比赛结束。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竟然会结束的这么突然，刘桂成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。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刘桂成拿下比赛的胜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